这不是花月夜的那个小仙子吗？见笑了。见过寒风君。刚才许久，我都没有察觉到你，你肯定不是普通的仙子。莫非是博仔老弟特意挑选了身负灵脉的仙子带在身边？寒风君今夜怎么回事？要么问我灵脉的来源，要么怀疑我的人是否身有灵脉。是我先让他上来的，我也不知寒风君今夜会来，就先让他躲起来了。春宵一刻值千金呐！是本君叨扰了，博仔老弟，注意身体。稍等，我送你。不必了。寒风君第一次来探访，应当送你。等我回来。好了，就送到这里吧，你去忙吧。慢走。飞虫！啊，虫子！乌龟海的女主人，还会这么轻易就被一只虫子吓到？多谢大人。这么晚了，你躲到我的床上做什么？乌龟海的女主人，怎么不能去你床上了？大人，我他摸我。大人怎么突然这般？看来灵修宝钞还挺管用啊！不行，我得抢回主动权。大人，你放心，这规矩嘛，我都懂的。让我来找找。
我今晚都准备好了，毕竟我一直都是真心待大人的。这黄粱梦不在他身上。你别再动了。大人，你这身衣服我不喜欢，回头再说。那大人喜欢什么样的衣服啊？大人怎么就不……啊？等等，六境有灵脉的仙子，一出生就会种下引魂钉，封住灵脉。他方才是在探查我有没有中引。蠢货！蠢货！蠢货！程云君恕罪！蠢货！追击境是拿明宪的面具感应过的，怎么可能失灵？手下缉拿不力，罪该万死。但追击境当时感应到的是一个仙子，但确确实实是一个女子，不可能是明宪啊！仙子。在吉星渊什么地方？她叫什么名字？在吉星渊花月夜，名字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那仙子应当是季伯载的人。季伯载。5日后，寿华判宫开始为下届青云大会遴选斗者，主上希望仙子陪同参加。劳烦仙子今日午后便与老身学一学神都的礼仪规矩，不要迟了。玄婆婆摆明了就是要试探你，你要是露馅了，我们就功亏一篑了。就是因为他故意试探我，所以我更要去啊！可这样太危险了。我们已经放出了玉宠，很快就能找到黄粱梦的下落了。给我5日，一定能拖延过去。今日老身便考考你，你可知道这青云大会到底是什么？六境千年前，为了争夺9重天的福泽，一直混战。为了避免过多的伤亡，当时的6位神君便在卓金塔签下盟约，每年举行青云大会，用来划定福泽归属。有了后赵的记忆，我们就能知道谁是当日杀死薄仙子的凶手了。我等了这么久，我做错什么了？你打我！手拿过来！谁让你躲了？婆婆，你别打了我！你们在吵什么？大人救我！这玄婆婆都快把我打死了，你看这手肿的，连指环都戴不上了。玄婆婆，怎么回事？主上，老身考明义几个青云大会的问题，却发现他对青云大会的章程太过烂熟于心，远超寻常仙子。老身以为明义仙子的身份非常可疑，请主上明察。大人，你也不相信我吗？玄婆婆既然这么说了，我也一直很好奇。寒暑之水，地处瑶光山，与吉星渊边界。当地生民大多为采药仙士，日夜外出采摘灵药。
极为辛苦。而你也说过，你家境贫寒，可你却生得一副养尊处优的模样。虽则青云大会是六境盛事，但寻常仙子，即便是看过的，也是少之又少，更何况了解。一年有365日，我阿爹360日都在采药，那双手又黑又红，就是没有肤色。我给他怎么洗都洗不掉。我从小就盼着那双手抱我。我阿娘靠做绣品补贴家用，几10年了，手上都是茧子，茧又生茧，却一直拦着不肯让我帮忙。就是这样的他们，培养出了大人口中养尊处优的我。他们在世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好好孝敬他们，所以我才为了大人把青云大会摸得比谁都透，因为我不想再留遗憾了。因为大人现在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我想多了解大人一点，我有错吗？你们继续吧。你这招是想要故意引起他的怀疑？没错，辜负了对自己一片痴心的人，他不得愧疚死？你还懂这个？当我在花月夜白待了呀。挺会哭的啊，过来。主上，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继续。主上，老身让你为神君准备进献的祝心膏，你是打算给老身做祭祀膏吗？主上，每年吉星渊盛会，家家户户都会准备祝心膏祈福，可名义仙子根本就不会做，这未免太过蹊跷了。只是个糕点而已嘛。祝心膏将薯玉蒸熟后与粉浆混合，加入糖、牛乳，还有各种鲜花，冷却之后定型而成。和方才一样，你少说了一位，还有一位最重要的，流星之夜，在极星渊独有的福星花上凝结的露水，极星渊所有生灵都知道的祝心膏配方，我怎么会背不下来？所以，你是故意说错的。是，我知道，大人，还有荀婆婆，你们都不相信我，所以才会来来回回、里里外外试我那么多次。我就想找机会说清楚。什么来来回回？我哪有里里外外？好好相处。
激化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。当然，想要彻底解决问题，还需要再给一点点甜头。哎，哦，那你说说。哎，婆婆，姜，你这不是会做猪心糕吗？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我本来不会的，这不婆婆一教我就会了。而且你今天那么累，我也得表示一下嘛。老身才不会上你的当。婆婆是婀娜洗输液花瓣的，我就在这猪心糕里加了玫瑰还有香叶，怎么样？我不吃，你出去吧。哎呀，婆婆，别这样嘛！婆婆，我是真想跟你做朋友的。你看，季大人把我留下来了，你怀疑我有问题，我一点小错你就往上报，那不影响大人时间吗？不如这样，咱俩和平共处，你多观察观察我，我要没错呢，那也就罢了。若是我有错，你抓我个大的，直接把我赶走，这不一劳永逸吗？婆婆，我就是想待季大人好。季大人是罪囚出身，身边也没个知心人。婆婆想必也是半路跟着大人的吧？怎么就对大人那么忠心呢？也不怕说给你听，主上对我是有大恩的。我以前的丈夫待我极不好，我原想杀了他，与他同归于尽的。是主上偶然路过救下了我，还给了我一条新路，所以我是绝不会背叛主上的。我还是第一次听婆婆说这么多话，大人也是有眼光的。这留在身边的都是像婆婆和我这样心性的人，都是你的。好不好吃啊？一般般吧。我瑶光山太子明宪，从13岁起参加青云大会，为瑶光山连任7年。从小我就用法术女扮男装，在外人眼中我是个男子，他们都说我是河虚最能打的战神，说我是英雄。我哪是什么英雄？不过是一时一刻都不敢松懈罢了。因为赢得福泽是我的使命，自记事起，我就被要求只能赢，必须赢，一直赢。我就说，还有漏网之鱼。为什么不出招？
怎么他们都不见了？这个急需下面可能输给急行员吧？肯定赢了呀！公主，我们这次能打败明宪吗？这个空间限制了我的灵力，连战甲都无法维持。此人不简单。急行院的斗者竟有此等灵力，你到底什么人？都被困在我的灵犀井里了，还能说出这种话？我就算在你的灵犀井中，灵力减弱也照样赢得过你。是吗？果然是战神啊，竟然以血幻化兵器。我只会赢，我只会这一件事。谁都会输，凭什么不能是你？输了，就伤这么多了。是啊，福泽都没有了。此次两境会，吉星渊胜，是为上境；辽光山为下境，福泽降临。公主，我们赢了！我果然没看错人。说了还有脸出来？就是，没说都怪他，没有脸。就是，你说到手的福泽就这么没了？没有福泽，辽光山就会灵光暗淡，大地干涸呀！没有福泽，连灵石都画不出来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是啊，你不配当我们的战神。是，真是根本没办法。
我是瑶光山太子明宪，13岁起参加青云大会，连胜7年，却像从未赢过。明宪，明宪，你怎么了？而且，我灵脉断了。怎么会？看着像中毒，好生厉害的毒。是他，卑鄙小人！母后，我命你走，即刻离开瑶光山。母后，您这是要驱逐我吗？你的灵脉一断，再要留在瑶光山，是想死在觊觎太子之位的人手里吗？母后，我一定能修复灵脉。瑶光山失去的，下届青云大会，我千倍万倍讨回来。我对你一定还有用，你千万别赶我走。明宪，你听好了，我不是要赶你走，是要你好好活着。可笑我这半生汲汲营营，如履薄冰，教你从一出生就用这无相秘法扮作了这个太子。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普通的小仙子的。这道至强至密的障眼法，让你在所有人的眼里，都只是一个男子的面貌。可是现如今，你的灵脉一断，一切都成了空。明宪，留在瑶光山，并不是一条生路。我放你走，你撤去无相秘法，恢复你本来的样子，谁都不可能认出你来。好好活下去，永远别再回来。母后放心，我定能修复灵脉，重返青云。季仙君，我去找别的仙君了。这可不许。季仙君还真是把花月夜当家了。这青云大会一落幕，你就来了，在这流连的时间可比我都久。我辛辛苦苦出战青云，不就是为了今日？要什么有什么。明明是我有什么，季仙君就要什么。是吗？那你有什么？
七仙君，吃颗葡萄。花月夜，这么多仙子等着我呢，我总不能厚此薄彼吧？多谢七仙君。大人，请。季伯宰这小子，赢了青云大会后，日日花天酒地，寻欢作乐，果然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。2个月了，我都无法近他身。今日他得封青云斗者称号，大摆宴席，我定要抓到这个接近他的大好机会。我听姐妹们说了青云大会的事儿。你也知道，这种地方嘛，一件事能被传成几百种模样。仙君在青云大会上表现英勇，所向披靡。那一看就不是那种会被区区名县一招击败的普通人。会传我这种话的，是不是季伯宰？不，仙君，季伯宰他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。这和季仙君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你为何会同我讲这种话？仙君误会了，我只是……就现在，啊！先引他英雄救美，我再顺势接近。打扰了，不吃这招。你该不会以为能找到季仙君为自己撑腰吧？孙仙君，你误会了，你那事儿季仙君一个字都没跟我说，你可千万别怪他。季伯宰。是不是你传的我在青云大会的事？你一个沉冤罪囚，莫名后天得了灵脉，还攀上天机公主当了斗者，怎么只敢在背后嚼舌根，这么上不得台面吗？孙良，其实你挺厉害的。怪就怪明宪打快了点。你，可惜呀，又差了一点。你，怎么今日又看到季兄为了一个小仙子，同人大打出手啊？孙良，今日是季仙君的庆功宴，莫要胡闹。哎，算你走运。这小子真难接近，我得再想想办法。七仙君，酒菜已经备好，可以开席了。恭贺季仙君赢得青云大会，能否有幸敬你一杯？季仙君在青云大会上的表现如此英勇，为我们吉星渊赢得了福泽，今日难得一见，在下敬你一杯。师父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朵儿，以青云大会受的伤给我看看。师父，我不知道中了什么毒，灵脉断了。
你中的毒名叫离恨天，中此毒后，有灵脉者灵脉尽失，无灵脉者反会生出灵脉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再催动灵脉，否则就会加速毒发。这个印记叫离恨花，等着七瓣全部凋落，就是你元神寂灭之时。所以，这1年之内，你们必须要找到解药黄粱梦，将它服下，修复灵脉，方能保住性命。既然是季伯宰下的毒，那他手中可能会有黄粱梦。你去吉星园找季伯宰，处理完追兵，师傅会来找你们的。他不吃外食，是怕别人给他下毒。果然，心黑的人看什么都黑。寒风君到。哎呀，不用拜，本君最讨厌这些繁文缛节，都把手放下。以后你们都像伯宰老弟一样，无论在哪儿见到本君，都像见到老朋友一般，这样多好啊！啊！寒风君这是点我呢，我哪敢造次啊！从前做醉囚时，连贵人的灵宠都要下跪，现下混好了，便只求一个不弯腰。本君就喜欢你这个脾气。今天是伯宰老弟你得封青云斗者的好日子，特带了些薄礼，以表心意。你那乌龟海啊，煞是冷清，仅有的伺候也是年事颇高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本君的小侄女天机也是个不懂事儿的，她虽然掌管着吉星渊的寿华判宫，却仍然当不好这个尊者，都不知道给你安排个人。今日本君给你送来2位婢女，日后管账洒扫，你尽管吩咐他们。本君这份薄礼，你可还满意？寒风君对我的乌龟海，听得也太紧了吧？他们吉星渊内部果然也有隔阂。不是我不领情，今夜好歹也是天机公主为我办的宴席，可寒风君却突然带了2个人过来，我这要是收下了，那岂不是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吗？你不敢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，反倒是不怕得罪本君呢。老弟，这份薄礼，你当真不收吗？君送的礼，季仙君竟然不收，竟然拒绝了，这不折了人家的面子吗？机会来了！不可以，大人才刚刚答应我要带我回乌龟海的。我方才说过吗？说过。许是之前答应的太多了，都不记得了。那不如季兄将这3人一同带回去，也算是一段佳话呀。对呀，是啊，一起带回去不更好？这个主意好，本君这就亲自派船车将你们一起送回去。好，带回去。对，带回去吧。是啊，带回去。不行，装不下。虽然乌龟海地偏，但毕竟是赏赐给季贤君的，幽景开阔，我看多来几个也装得下呀。对呀，是这个主意好啊，季贤君带回去正好。正好，这是对。且慢，诸位，我乌龟海可不是什么鱼塘，更何况在下精力有限。不如这样，3位仙子，我有一题。你们谁回答的最符合我的心意，我就带谁走，如何？这真是个好主意啊！就这么办吧。既然是来我处伺候，我的乌龟海豢养的是何种灵兽？你们该如何照顾？乌龟海是死水，能有什么？可我若答对，岂不显得我有备而来？
你先来，就你。乌龟海，江河湖海的大小鱼塘，那肯定就是些乌龟、鲍鱼、虾什么的。大人，我对你一片心，比灵兽更忠诚，比乌龟海的水更深。你来。乌龟海是吉星渊死水，什么都养不活，整个府中连一只灵兽都没有。好无知的仙子啊！你当真了解季贤君吗？知道他的喜好吗？大人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，我肯定答对。什么都不懂，再给他一次机会也是白瞎。大人，还有脸要机会？哎，这位仙子一直在纠缠季贤君，难道是季贤君看不上他的？那两位仙子这么了解季贤君，肯定选他们啊！哎，韩风君选的人准没错。我选他。我乃醉囚出身，便更知道世上万般皆虚幻，唯有真心不可负。这位明义，这位明义仙子视我为她的意中人，对我一片痴心，我怎能辜负了呢？你放心，我绝不负你。这两位仙子，那今日就只能怪我们没缘分了。不好对付啊，不过这算是成了。主上回来了。大人，这一进门就给我戴上丝带，到底是为何呀？我喜欢。启禀寒风君，季伯宰把那仙子抱进房间了。大人，这外边天都快亮了吧，还不给我摘下来？大人，今晚你大费周折，演了出欲擒故纵，就睡了跟我回乌龟海吧。你如愿了。大人看出来了，辛苦了。戏一出接一出，送走一双，又来一个。难为你和孙辽暧昧默契的演了一场。大人，你这么说就过分了。
你千不该万不该听孙辽质疑我的真心吧？这倒也是。你能帮我把这解了吗？我不喜欢这样，像在审问我。回答我的问题。莫非大人就喜欢这样绑着的问法？平时表面看不出来啊。多谢大人。大人，我想跟你回乌龟海，不是很寻常的事儿吗？沉渊醉囚，一战飞升，你是极心渊的神话，是花月夜姐妹最崇拜的人啊！我一心向着大人，大人却这么冷冰冰的对我，这真是太伤人了。以后不许这样了。你叫明义，大人心里有明月的明，大人是我意中人的意。你来花月夜前是做什么的？这还是要生我呢，说多错多，得想个法子堵住他的嘴。我家以前吃采药为生的，父母双亡之后，就来了花月夜。那你大人问我这么多，可是怀疑我，我看就是不喜欢我吧？那不喜欢我为何带我回乌龟海？没事吧？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。不是吧，这么厚结？行吧。二七怎么回事儿？怎么还没好？外面着火了，我去看看。
大人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主上，后山的小楼着火了，还请您过去查看。这可得去看看。我怎么能放心让你跟着去呢？乌龟海你一处也不认识，出了事可怎么办？不会说是……这道结界，除了我跟荀婆婆，谁都进不来，而你也出不去。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了。等我回来。嗯。你小子！你现在灵脉已断，只能跟普通人一样，拥有少量法力，使用简单的法术，以后就别逞强了。知道了。但是吧，蛇师傅不是说不让你用灵脉吗？万一灵魂花断了怎么办？只用这点灵力，不至于催动灵脉。这个结界复杂，只能我来破。我不就让你搞点动静，阻止他留宿而已嘛，下手那么重干嘛？我也纳闷呢，我就按照你说的，在远处那个小楼，略施法术就燃了一簇小火苗，不知怎的这火就变大了。我还在想，不应该啊。算了，趁他不在家，赶紧动手。东西呢？这明义以来就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主上放心，老身一定彻查起火因由。不必，天火而已，不必惊动外人。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，还得再应付一会儿。这衣服怎么就这么几层？不修点个火，怎么还没好？火我慢慢灭。在吉星院这2个月，我们已经调查到，季伯仔的灵脉就是用离恨天催生出来的。使用了离恨天，若没有黄粱梦解毒，就必死无疑。既然那小子还活着，那他就一定有黄粱梦。不在这儿。也不在这儿，咱在哪呢？离恨天和黄粱梦是双生的毒药解药，以你的毒血为引做出来的法器，按理来讲不应该找不到啊。去那边瞧瞧。主上，小心台阶。他们要回来了，你赶紧找地方。你居然自己跑了！我们出去这么久，也不知道那小仙子有没有乖乖等着。
禁足结界破了。主上，他不在房内。